云在青天，水在平，苍鹭脚下听潮声。我是大宇，在大理待了10年。这些年里，朋友们来了又去，就好像天上的云一样，聚了又散。10年一弹指，我想，也差不多到了我离开的时候了。走之前，约上3、5好友聚一聚，聊一聊大理，可聚在这里的人们。这碗三锅菜吗？可以啊。它的颜色很深，再加一些醋，加酱油。我们3个人。像我们这样吃的一个3个人，我们没有打算怎么打。还跟老汤做个鸡。他骑的什么车？换车了？还要干活。妹妹帮我买了个鸭子啊！我以为这个是猫，这个头。然后鸭子。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出手，可再不出手，他可真的要被打死了。我要一个那个螺丝刀，我这儿不玩，你先玩，抓紧时间。哪个宽啊？你在上大话吗？大宇吗？没有。哦，这个吗？这个不行，我不要圆的钳子。只有圆的。要我这儿有，要啥？我要个平口钳，来，我的螺丝的。来，钱还是螺丝刀？我已经待了10年了，待了8年，你还准备待几年？先待着吧，就没有这现在没有一个打想，对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环境，这个生活是你觉得 OK 的？对，还好，就是还没有厌倦，还没有其他的选择。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吗？就还好，没有太多想法，想不了太远的后来。就明天会去吃一个叫猫头鹰的饭。冒出就是，其实现状已经是非常舒服的了，就不要想说太多期待或什么，现在过得挺好。这就是我之前说你的自洽嘛，你笑成那个样子，已经很好了。哪个样子？就是就之前一起还会在摆摊，然后到后来。不过我现在也蛮想去摆摊的。我就想去摆摊。我觉得我们偶尔出去摆摆摊应该也还好玩。我们还在聊呢，我们还说今天我就想去拿点东西去摆，但是今天可能比较晚了，明天就想去摆个摊。我觉得暑假的时候应该更好玩，因为暑假的时候会有很多，就是很多好玩的人会在夏天的时候出现吧。所以说，其实摆摊到现在为止，更多在你的这边好玩会更多一些。当然能卖钱是更好的是吧？多少有点弥补。对，但如果说现在摆摊就是不好玩的话，就不会想要去了。摆摊儿，你看你来了这边，一开始一件事情的做，开小店，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然后弄一个院子，慢慢很多事情就一点一点做成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买辆车。对，是吗？有想法？带猫狗去旅行。你是真的就把亲母娘给拴在你的家人旅行计划里边了是吗？如果他到时候还没跑掉的话，就先捡了一只猫。如果跑掉，他就跑掉了。英俊呢？英俊，看他吧。又出不是我是说这会儿在哪？他刚刚在门口，现在应该又出去了。又出去了啊！我说在的话可以抱一会儿，好像教父一样的，特别好。在放了，现在抱不动，圆嘟嘟的。你们那个院子现在租了有多久？现在租了1年多了吧，然后还1年多，签了3年。只签了3年。对。贵吗？1年是3万块钱，但是3年是一起给的嘛，给了9万，就是解决了3年的住宿问题。你们等于是平分。2个人摊。那还是不便宜，我感觉还挺贵的。当然是拎包入住的那种，所以还好。那爷爷还在这里待多久啊？大宇。我觉得没差了。
突然说到爷爷这个，你还记得？不能叫爷爷，叫爷爷，全世界要叫你爷都爷。怪你，真的都怪你。整个奶茶店就跟着你被喊出来的。这不多好，这一下子你就被受尊重了呢。受尊重个屁吧！大宇的大理10年，哎，10年里你有觉得什么是你最想做的吗？就是我这问什么问题啊？我现在有现在最想做的事情。每个阶段其实有每个阶段不一样。你现在想做什么？我中间会有一些时候想，比如学个乐器就学个乐器，想学个什么调个酒什么的就学一下。现在可能是准备做一些离开的准备吧。我还感觉怎么好多东西好像感觉我也不知道，没跟你好好聊过天。每次想跟你聊天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就打断了。就对，要么工作，要么别的事儿，就把我叫走了是吧？哎，所以你到大理几年了？我是13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第一次才来大理。毕业了？不是，我虽然是本地人，就云南人，但是我13年才第一次到大理。然后，那个时候就是来玩儿。后来14年的时候不是要实习嘛？实习我就在洱海边，我们有一个那种实习基地一样的，叫木村原创艺术空间的一个地方，在那待了几个月。当时就在那里结识了一些有意思的人，就是大理最初给我的印象，其实就在那里产生的，包括整个自然风光方面的，还有就是本地人的就是民族性格方面的这些东西，就给了我很好的印象。一些人文啊，对，就当地的当地的一些那种阿姨，周边村子的大叔，他们对我们都特别好，那个时候，然后就留下那种很美好的印象。后来毕业之后，我就直接冲回来了，就决定就到这个地方生活了。对，最后在这儿长期生活的话，应该是从18年开始，到现在4年。你来大理时长应该是比我长的，然后你觉得这边最吸引你的是什么？就是这群人，还是这边的其他的自然方面的？还是人？最终结底，人是社会性动物啊。你所依恋的东西，你所在这边建立的连接，跟这个东西肯定有很大的关系。你说是人离开了大理，你会想这边的气候，想这边天，这边的云，然后更多还是这边的朋友，包括这边的吃的东西啊，平时对去的一中食堂，实际上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相对好的氛围吧。你回去城市里边就是那种陌生人社会的感觉，大家会漠不关心，会更加的人和人之间的隔阂。就每天回到那个小区，然后门对门的那种邻居，可能几年都没见过面，或者没打过招呼那种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大理这么一个半熟人化社会吧，其实也不算是特别的，因为地方小的关系，说圈子是真的小，真的小。在大理生活，你好好在大理生活的话，你实际上一个月花多少钱？我在你之前没抽烟的情况下，没抽烟的情况下，主要是酒钱花的多一点。啊，对，咖啡喝酒是吗？对，咖啡其实也是这1年半以来才喝得多的，以前我不怎么喝。写诗是在一直保持的。写诗也是18年开始，就是来了大理。就来了这边才开始写。以前有写，但是以前的东西都丢了，都扔了，就不要了。然后保留下来，从最后开始。就那个时候开了公众号，然后就开始记录。其实我没有太多的爱好，真正的说到爱好的话，你看下班没事儿，我就最多在房间看看电影。那个时候不认识你们的时候，认识你们之后，我还可以出来跟你们玩一下。不然的话，我就在房间喝点酒，看个电影。其实对你而言，你更多时间是享受独处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独处的时候，我就非常放松，真的就可以很放空，然后可以达到另外一个状态，一个我觉得比较舒服的状态。所以转回来，每个月花钱花多少？每个月
1000多一点点，因为我就是什么穿的这些我没什么要求，都很便宜，淘宝货几十块、10几块一样。然后吃的我是对吃是完全没有追求的一个人，我让我吃1个月的米线我都可以，谁乐此不疲。然后住宿呢就住在公司，就住宿舍嘛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就每次回家花钱花的多一点，就路上的过路费啊、油钱啊这些多一点。就是路费嘛，对，通勤的。但是回家了之后，你自己的开销还是会大一点，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成本。对，回去休息的时候回家要买点吃的呀，然后有时候那个时候我爷爷奶奶行动还方便的时候，我会带他们去我们那个城市外面去下个馆子，或者出去玩1天那样子，所以也会，对，这也不算特别多，反正加起来，如果除开我自己一个人花的1000多块钱，加上每个月回家的一些成本，也就2000块、2000多块钱，这建立在要回家的基础上。如果待在这边就1000多块钱。你已经算是我们聊下来物欲很低，真的很低。但是我出去花钱花的多，就是有时候出去玩一趟。但实际上这个情况是必须的呀。对，就是待久了还是会想出去走走。但是每一次我只要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比如说之前去海南待个2-3天，我就想念大理了，我就想回来。其实之前也会想到说在外面待久了会想念大理，但是没想到那么快，就去到那边2-3天就开始想大理了。对，想念这边的气候，还有这边的这些风景，还有这边的人和生活节奏。一从高速下高速进入大理地界，我就觉得就很舒服，就舒服了是吗？对。那特别黄昏的时候去洱海边骑个单车，哇，那简直就到天上去了，整个人状态。就是大理的话，它那个包容，它那个自由度还是会更偏向于欧洲啊那些地方多一些。在国内而言，对，大理算是比较偏向那边的那种，因为主要是大理新来的这一帮新大理人，都是一些比如说喜欢搞艺术的呀，或者说是有点思想，或者说是有些文化程度的人，或者有一定审美的人，他们来到这边，然后加上当地人也比较相处的比较和谐，当地人的那种文化也是就像你说的包容，然后融合起来之后，给人的感觉也贴近那边欧洲那种感觉。你接下来呢？接下来会有什么打算？就还是继续在大理这边待着，还是？就是以大理为中心化缘。就是我之前化缘。其实我跟你聊的就是我其实也会这样想，就是我可能去其他地方，我可能我为了寻求一个社会身份或者什么其他的，我换一个城市，去个大的城市，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呢，始终还是会回来。这么一个感觉，我现在不确定我的重心接下来会更多到哪儿，但实际上对你而言，你会是以这里为一个基地一样的，对，然后开始出去其他地方，新疆也好，或者其他地方。新疆你去没去过？我去过，其实之前去是玩嘛，这次去我就想去看看在那边的那种状态，能不能就是找一个比较喜欢的停下来的对小城，能不能像在大理一样能够停一段时间，停一段时间在那边生活一段时间嘛。然后也顺便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在那边卖书，生活一下。对，卖诗为生，卖诗换酒，不是卖诗换路费。现在，对，阿牛现在在新疆呢，去了以后肯定会找他的。对，他在哪个城市？他在新疆待了他现在在北疆。接下来月底那个老汤就要过去。你们如果7月份去的话，反正肯定一堆人在这边聚了，真的，也会很有意思的。就我们这些人啊，真的就是，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的，在各个不同的地方，但实际上，大家能够很聊得来，很切合，这就是一个一直能够很稳固的关系。就是我们俩认识也有2年左右了。这2年的时间，我看到了你的很多的变化。你感觉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是放松的吗？那么在我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，我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你的那个焦灼感和急迫感。这个东西没有了吗？有啊。
但是你现在是放松的，是因为这个环境的放松，但是那个焦迫感和急迫感还是在的。它会变得更深了。它之前的那种焦迫感和急迫感，是因为当时没有钱，太穷了，我必须要每天去干活。现在呢，稍微可以，但是它会变成一种更深的一个焦灼感。我的焦灼感从表面的东西进到内部了。就是说那个时候是比较表层的，对于物质的匮乏的一个焦灼感。对。那么现在呢，稍微宽裕一点，但是那个时候是同样都缺的。那么在都缺的情况下，你肯定要生存是第一。那就是最表层的焦灼感。对呀。实际上，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。对呀，它这些东西依然在呀。在现在的这个状态里边，你会想要去改善它，还是？你了解我呀，我是那种如果这个东西要让我很用力的去得到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可能就你宁愿选择不。说实话，我就是一个很懒，就我不太在乎。就是你说在乎吗？有时候也很在乎，但是它是一种无力感。对于什么的无力？对于这个生活、生命这个命运的无力，还是什么的无力？就是都有。现在挺好，但是我还是会有就是抓不住任何东西的感觉，就是这都会过去。对，确实都会过去的，但是你对你的生活的未来的规划？没有规划。你想要离开大理？对。的原因？我就是烦。烦的点儿在？就是很烦，我就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让我很沉静的待在这里。那么你觉得是环境和人哪个更重要？都很重要，都很重要。所以说你跟我讲说你想去新疆。因为你没去过。就是我不是说一定要就在那边干什么，我就是现在我不知道要干什么。所以你要去寻求。对，对啊。你是什么时候到大理的？15年底，16年初。已经6年了呀。对啊，很可怕呀。然后这边带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？我觉得可能就是当初来这儿了，如果我当时去了别的地方，也就是那样。也能待着是吧？也能待着，并不是说我一定要了，只是因为我当时来了这里，然后就在这里待的时间比较长。你中间其实有去其他地方呀。但是我不是说要去那边生活那种样子。那么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，你不管去了其他什么地方，你中间有想过这个地方吗？想过，因为这是我成年以后我最熟悉的地方，然后我在这待的比较久的，然后我的一些观点都是在这边形成的。我18岁，我包括20多岁，就是我就是这2年才有了自己的思想，就我的思想完全是在这边形成的。我当然会觉得它可能不一样，但是只是因为这个时间段我待在这里啊，如果这个时间段我再待在别的地方。那是多元宇宙里边的另外一个你的选择了，当然你现在选择是，所以我就想说是这样子，我中间有过2次彻底离开大理，我想要彻底离开大理，但是我一走，大概在第1个月我就开始想回来，然后我会去按捺这个冲动，然后呢，不会超过半年，我真的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，我必须要回到这么一个地方，它不仅是环境，还有人，还有各种，这就是我们选择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希望你能够在自己的生命里边找到一个自洽的东西。我不能，我不知道要干什么。我不会生活，完全不会生活。我甚至我每天大街上就看那些人，我就在想，他们怎么生活的？他们晚上吃什么？他们是晚上回家做什么？就怎么能很规律的去生活？我不会。那么你不去做手工了，做什么其他东西？我还是继续卖一些就是。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我会干什么。我也想过说去找个就是班上，然后
就是学一些东西。然后就是自己卖东西是业余，就是平常在卖，这是不耽误的。啊，这个不耽误的，对。对，然后也有想过，就是说，哎呀，随便到处走走，或者是就是那种旅途中卖卖东西，就是就做一个。就是我好像怎么样都可以，然后有时候又想想怎么样也不行，就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有时候哎呀就那样吧，那也行，都行。你是我的所有的朋友里面唯一一个有这个特质的人。什么特质？就是没有退路的特质。没有退路。你现在还是这样觉得吗？嗯。还是没有退路？不然呢？这个退路是自己给自己的呢，还是一个就是我说的命里边的？如果我只是单纯的想有一个退路，我觉得我可以有很多。对。就是我想要一个我想有的后路吧。对。而不是说它单纯仅仅只是一个退路，而是我想要的。这个是啥？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相框，就剪了很多脸，成百个脸。整8个。你先跟我聊一下这个。旅行已经停了嘛，但是你要非说赚钱这事儿，就年轻人应该都去干，但它不能占据我生活的所有时间。我有其他挺多的爱好。所以，就是物质其实只是一部分而已。就是我分得很清，玩归玩，然后比方说我在工作，那我就是工作，就是我把玩和工作分得很清。你玩的时候，我也很疯嘛，但是做事的时候我自认为很认真，不能说挺，我要很认真。我想想，我们之前拍那个拍一整天，在地上爬来爬去的。对。你也去了好多其他地方，为什么最后还是就是在大理待着？为什么？大理为什么好？就我感觉这个地方可以，如果说你稍微的，可能会比其他城市累一点，才能挣到稍微比其他城市少一点的钱，但这个地方能容纳很多东西，过激的思想、过激的行为、过激的举止，就是过激的各种东西，在其他城市内它是体制化的，我就在这里我可以想去山上当一匹狼，我就当一匹狼；我想围在这个羊圈里做一头羊，我就做一头羊，就是我都可以随意转换，但城市不行。对呀，你刚刚说的什么过激是吗？对。这个过激其实是在一个不太融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种。就边缘性人物嘛，就他这儿就是容纳边缘性的人物。就你会觉得，我不边缘。会相对自由一些。会相对于新奇一些，因为整个大理的环境就是会给我这种，我比较猎奇，你也发现了，我对这种猎奇的事物也好，人物也好，就会比较能激发我更向往的东西，或者说从侧面上的意义来讲，我就是一个没有太多欲望的人，我的物欲也好，我也可以降为最低。感情也好，也可以降为最低，但是这个地方，你可以为所欲为，做你自己，只要不去打扰到别人。就我可以在这个象牙塔一样的里面，可以好好的活着，并且你只要肯奔波，就能够挣你的饱腹钱。就是维持温饱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象牙塔，你有了这么一个词，就是说。它不会有太多的外来的东西去干扰到你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会有，只是我不在乎，因为每个人可能。就是我的意思说，相比城市里边而言，它会有更少的东西去干扰到你吗？在这么一个地方。一样的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就是你跟人交流的话，其实是一样的，除非你不跟人交流。就像我遇见你之前的那种状态，跟人交流但是很边缘，就是我不会去参与。
就是我在人群当中，我也会显得很局促，然后就也不会太揶揄别人，就大家都是就我像是一个看客。你之前会相对的把自己给封闭或者关起来一点点，你用私人的话就是会孤立自己，就单独自己孤立自己，就是没有更打开的去接纳更多的东西。打开会让我更完整一点，但是闭塞也会让我不断的进步一点，这是两方面对于我个人而言都是好处。我又没有停止思考，就所以我会一直的去翻腾。所以，如果一个地方让你留下来，它是因为它这边的环境，还是朋友，还是就是人，是吗？人所带给我领略过的环境吧，只能这么去形容。如果没有这个人，单靠风景，我觉得也留不住我。他也不是留住了我，而是说我选择了他。OK。那么实际上这些年一直下来，你唯一坚持的事情就学习，就是锻炼自己的身体，学习，是吗？然后让自己有健康的身体去学习。在大理体验，我觉得我应该是在体验这个生命，而不是说去体验生活。我不会把这个事情做得太精，就算我做精了，我也会，我遇到新的事物，我也会把它搁置。我不会为了一个东西，就弓箭精神对我来讲是好事，我欣赏，但是我不会去奉献。就我会把这个东西做好。我问一个问题啊，如果现在，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，或者是你接下来努力的这件事情，让你物质相对宽裕了，你还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待着吗？我之前也自由过，就是财产自由过。你还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待着的原因，我可以其实跟你的物质没有关系，是这样子，是这个意思是吧？就可以，就是有钱没钱都可以。对，多也好，少也好。对，我有钱过，我不是一直对，都会有钱过呀。那死了之前的都是有钱的，对吧？就有钱过，但这个东西不能评判我对别人或者说任何人的一个看法，或对自己也是。就有钱，它仅仅就是说能帮助更多的人，家人也好，朋友也好，只是这样。要有更多的选择。就不是选择，而是说他能帮我解决到这些烦恼。就比方说爷爷那天说，哎，你想买摩托，你钱不够，我嘎，你要买多少钱呢？我就有钱，有钱可以借，明白吗？好，可以，就是这样。16年来的大理，我第一次来15年。15年到大理，一转眼，你搞了多少东西？你这些年搞了多少东西？酒吧，这酒馆、食堂、青旅，对，店、杂货铺。但实际上，大理对你而言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吗？有什么区别？夏天不用空调嘛，这是待着舒服。这气候是吗？对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，有它特别的地方的。你要去说吧，也没啥好说，也不用夸大。在大理很多人生活了很多年的人，你让他真正讲的话，也讲不清楚。实际上对你而言，如果当时你不是路过这边待的那一阵子，然后正好遇到一个人的话，可能也不会待这么久，是吗？没有正确答案，这个，因为我本身就不是奔着这个来，但是呢，刚好这个事情它发生了。对，它发生了，它就改变了我的计划。因为最开始我讲了嘛，大理最开始我的计划是出去1周，1周的逗留时间。然后因为也是当时计划的旅程的刚开始，就从这儿出发，然后环游全国。对，这个到现在还没有完成的一个事情。你这辈子想做的事情，你可以用1辈子去做。你今年没做成，明年继续。确实。花5年、10年、30年去继续，然后最后到死都没完成，也无所谓啊。你最后你哪怕你想做的事情，你给它做成了，只是满足了你心里面的。给自己的一个感动吧。你这个事情影响到其他人的时候，也有其他人会为你
喝彩、欢呼，但是其他的人会散去。这个精彩落幕之后，你必须马上去面对落幕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刚开始其实最开始接触的时候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你其实很适合城市的。我是很慢悠悠的，但是如果要做一个事情，那该做事情还是做事情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职场的一个素养。是因为之前工作对你有关系留下来的那些东西。在大理的话，你去观察的话，你会发现很多的人其实是没有职业场上的经历的。有很多人他抗拒这种职业场，就觉得我不上班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上班的。我有朋友大强前段刚去那个什么西餐厅上完班以后，说再也不想上班了，就这种。对，你最后你可以表达你的这样的一个态度，但是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把上班这件事情做好。然后你不上班的话，你想做你自己的事情，那就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所以这本结束以后就打算就去回到去江西那边弄那个。其实就是我是不愿意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些计划，或者喊口号、定目标。我是觉得很多时候我的一些决定，它都是在我的原本有预期，但是没有详细的计划，但是呢，它又会很符合我的预期就发生了。不想太去操心未来，对，因为未来是你没办法掌控的事情。你给自己定一个目标，我多久之后我要怎么样，我要实现这个目标，然后呢，结果你做不到。你不光做不到，你甚至你花了你原来计划里面更多的时间的时候，你可能连你这个计划的边都没摸着，这个时候对你自己的打击是会很大的，然后你会产生自我怀疑。我之前问你有什么收获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回答我说，这7年在这边也钓了很多鱼。钓鱼嘛，钓鱼很有魔力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把我们很多的这种心理的东西，其实有人性的东西在里面的。你可以用它去模拟你生活里面的很多东西，就你花很长时间才钓那1-2条，或者甚至钓不到。但其实钓鱼它真正的乐趣在哪里？这过程就已经很好了。就是它的吸引力在哪？就是因为鱼不好钓，很容易做的事情，你会觉得轻轻松松，你不会体验到很大的快乐在这里。但如果它是不容易的事情，你把它做成了，你那个时候你甚至会觉得自己是个英雄，对吧？那这跟我们生活里面很多事情是一样的呀。我以为钓鱼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很自我、很私人，就是一个人去做的事情。事情太多了。你比如说，你去钓鱼时，你刚到那边，然后你看有几个老头在那钓，你说：“哎，大叔，今天怎么样？钓的多不多？”大叔鱼库里面全是鱼，他就跟你说：“哎呀，钓不着啊，这个鱼都不吃啊。”然后你跑去鱼库里一提，钓了这么多了，就虚伪的一面就出来了。凡尔赛啊！虚伪的一面就出来了，对吧？他只是把这些行为反映在这些小事情上面，你可以用它来去解释你这个社会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我之前老是会问一些朋友，知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？那这涉及到一个终极问题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很简单呀，平平淡淡、自由自在就行了。所以说，这个自由自在是一个问题啊，相对的自由自在只有。对，你往深的去讲，这个不存在什么相对绝对，就是它是一个很自我的，它是一个主观上的一个东西。对于很多城市而言，相对来说，大理会拥有更多一点的自由。我只是这样去觉得，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像个乌托邦一样的跑到这边来或者怎么样。误解啊，甚至是有被误导的。大理它确实是可以成为一个话题，成为这个话题，它原因有太多了，有历史由来的、积攒下来的，包括各方面的影视啊、文学作品对它的渲染，带给大家的一些对它的认知。但实际上，我们是生活在这儿的人呢，我们能够就有去感觉到。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这里的认知也是非常片面的呀。大理有很多人想要去表达自己对大理的理解，他忽略了他自己的观察是片面的，所以呢，你要去把这个
大理这个话题拿出来讲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真正代表他去讲的。其实真正愿意去讨论大理的，就是这些外来的到这生活的年轻人居多吧。就是年轻人在这里，他感受到了一些可能大理带给他的一些荷尔蒙的刺激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哎，这地方特别好，就是我想要的，就是我要寻找的。然后他会很强烈的有这种想去表达的诉求，他会想要去分享给朋友，我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地方，我在这里特别幸福，我比你们都幸运，你们赶紧来跟我一样吧，你要是来不了，呵呵，我嘲笑你吧，就会有这种心理，甚至我自己也会产生过这种。所以说，其实就是一个问题，你会觉得这么一个地方，跟其他你可以去选择的城市，他们有根本上的分别吗？没有啊，是吧？没有啊。你会觉得其实都一样的人，实际上生活在的地方，主要还是身边的人，自己，主要还是自己，是吧？对，最重要是你自己。就你任何时候都跟自己独处的，你永远都是在一个跟自己相处的一个状态，只是你同时你还是要再处理一下外界的一些信息而已。你回家里待着，你门一关，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待着，你不受打扰没问题。但是你真的不受打扰吗？你的思绪还是在动，你还跟你关不关门没有关系。你真正的这些外界对你的影响，还是你自己对待他的态度。你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，那很多外界的问题它就不是你的问题了。少来了，我操！我跟你说，如果我是一个模板，我跟你决一死战。对，为什么？算了，还是算了。这个是天然存在的。这是个西瓦眼，是一个贝类的东西，所以它是天然就是这样的。这一块儿是的，但是这一块儿不是，中间这块儿不是，对。然后外边这块就做的就是这一块、这几块是一起的，所以它还是镶进去的。对。10年前我刚到大理的时候，走在人民路上，好奇地看着路边摆摊的人们。那会儿我以为这只是普通的一天，我只是普通的路过这个古城，然后再回去继续普通的生活。我根本没有想到，这一转眼就是10年。英俊，很乖的，这太独立了，上厕所就出去上。那爷爷，你有想到你在大理还会待多久吗？那大爷，有想到你会在大理还会待多久？叫爷爷，这是一个典故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其实也不长。就是被你害的，就是你，真的。有一年七夕，我们俩出去摆摊儿，摆完摊儿回来路上，有个小姑娘非得拿着花让我送她，然后我就不干呀，我们俩就开始跑。然后她说：“妖怪，快放了我爷爷！”人家小人说：“妖精，快放了我爷爷！”好惨啊，就那么残忍，真的。于是就变成了大家的爷爷，大家都以为。对，然后我在这个奶茶店，真的是爷爷吗？我在奶茶店就恋爱都谈不成，真的。见面真的是所有人都叫爷爷。但是我觉得爷爷也挺像小丸子的爷爷的。